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交易修行成长驿站。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切记一定要逐字听清楚。我说的不是简单的方向，也不是单纯的某个投资标的，一定要听清楚我能稳定盈利，让大家的交易有所改变的动能到底是什么，不是单纯的两头赌啊。一定要清楚，我们是运营账户，管理风险，然后建设你良好的交易心理。那好，我们回到 Coinbase， 比特币下午在57000附近盘整了一会儿，然后非常强劲啊，直接就拉了上来，然后刚才拉到不到6万，59500这一线，整数关口可能还是有一些压力啊，没能直接突破上去。昨天晚上、今天上午的视频当中，我说目前的阻力位可能也就是58000，这一沿线如果踩住，就很大概率的可能性突破之前的前高啊，也就是69000、69500这一位置。但目前这情况来看呢，还是比较良好的啊，非常强劲。然后我们看一看它现在的这个位置，它昨天放了一个比较大的量啊，小时线，然后整体缩量，然后今天下午16点、15点开始启动。大家注意啊，这种大的阳线往往都是整点，所以我也是强烈建议大家怎么样，最少也要做1小时线以上的时间级别，这种短时间的这个周期，这种波动震荡的区间，尽量不要做单。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充分的分析这个 K 线的状态。所以昨天晚上也说，还有今天上午都说什么观望为主，看它究竟怎么走，突破这一沿线我们再做单。也就是这个位置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有点像楔形，但是它没有回调的迹象，然后反而怎么样突破了上去。这样的话，波动形态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 ABCDE 上升三角形的震荡，整体缩量，但是中间有了一个爆量的这个稍微有点不符合三角震荡的逻辑，或者是还有一种可能上升楔形 ABCDE 调整，给了一个非常短的调整，然后直接就拉上来。然后这边我们也可以怎么样，用趋势线突破上去以后，直接一个强劲的拉升啊。往往这种楔形状态的顶部，它要突破踩上去，它会有一个更强劲的拉升啊。然后像这个位置的话，目前我们今天中午做了一期 MACD 的实战应用，目前 MACD 有点这个背离的意思啊，无论是快线慢线还有这个量能柱都是有背离有回零轴的预期啊，包括这个成交量放量，那这个位置很容易有短期的回调。但是大的观点啊，58000站住它就有可能继续向上，58000破位它有可能回调，但是最多我们看它回调到哪里，54000。如果54000它要破掉的话，恐怕会来大的回调预期啊。然后今天早晨我说，目前这种行情，强劲的行情很有可能催生
山寨币的行情啊。然后有一点我忘说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稍稍关注一下 B 本位还有 U 本位。 U 本位大家都知道啊，用 USDT 或者 USDC 去买稳定币，去买比特币，包括以太坊、山寨币等等，这个是 U 本位。还有一个 B 本位，如果在 B 本位合约的话，你可以拿着比特币去做这个保证金，然后去做比特币的合约，也可以用以太坊去保证金做合约，这是 B 本位啊。还有一种 B 本位是什么？就是拿比特币去换这些山寨币啊，包括以太坊，还有其他索拉纳等等等等，无数种的这些杂牌山寨币都可以拿比特币去换。那市场为什么在这种大牛小牛的行情当中，到了这个一个阶段顶部以后，比特币先拉升，然后以太坊紧随其后，然后比特币横在一定的高位，以太坊也是。在这种期间，为什么山寨币往往会起来呢？实际上也符合资本市场的大的逻辑啊。一是这些投资标的都有各自的这个主力推手，还有一个是这些资本玩了老大老二，玩完了以后，接下来会玩这些主流的山寨币啊。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人家会怎么样？用非常高昂的价格，比特币的价格去换非常低廉的有潜力的标的物的山寨币啊。所以这个时候很容易出现山寨币行情，不是一定啊，是大概率会出现这种状况。所以说目前还是一关注比特币的动态，二一个去关注这些主流有潜力的山寨币，哪些还没有启动，或者是哪些已经有启动的迹象，都可以适当的进一些仓位啊，这个是主要的。然后还有就是看一下这个比特币的占比，冲上来开始有回调的意思啊，也就意味着什么？比特币价格没有回调多少，但是其他山寨币价格上来了，所以它的占比会微微回弱，也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再一个密切关注 USDC 的这个动向。然后市场目前这种爆热的情绪啊，需要无时无刻的警惕这个行情，警惕我们的账户的风险。为什么这么讲？交易就是这样啊，交易就是无时无刻都要如履薄冰，一定要两头赌，一定要做好反方向的预案。也就是说，把你的仓位现金流的安全性考虑进去，无时无刻都是一样的啊，一定要做好，这样你才怎么样？退可守，进可攻，随时都有充分的子弹留着，然后以便无法预测的这个多变的瞬息万变的市场动荡的行情。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赚钱，尽可能避免大的行情波动。因为上午这几天我都说过，有太多事儿都赶在这个比特币减半的前夜，无论是真假中本聪，英国3月中旬的开庭，还有 FTX 3月中旬的这个赔付的听证会，还有以太坊邓肯升级，然后还有之前的那个门头沟的赔付，好多好多啊，包括这个去年说了一整年的这个 ETF、ETP 的上线等等等，都是挤在这个比特币减半的前夜。所以这个期间，它即便有任何市场的巨大波动啊，都是合情合理的，我们没办法去预判行情。
是不可能预判的，因为你要想预判正确，你等于想干神的活，我们普通老百姓是不可能的啊，不可能能做这件事儿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聊的也是这个方向，比特币的方向如何预判。没有方向预判，我们就没办法做单。但是这个方向我又说了，放弃单纯的赌方向，因为这个市场也有可能向上，也有可能向下。那这样两头赌，到底怎么做单？就是建立你的整个账户的系统化的迎接这个应对市场的这个结构，然后无论是现货还是合约都有自己的这个任务。你像之前我经常说的，比特币走到一定高位了，你现货持有，那么你害怕它的回调风险，那就适当的位置你可以适当的用少部分资金利用杠杆去做风险回调的对冲，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投资组合，你的投资组合怎么配比，无论是比特币、以太坊，还有你看好的一些山寨币的配比，包括什么？包括你的稳定币的现金流的充裕情况。这里头稳定币还分成 USDT、USDC， 还有你更根本的是什么？你手中持有的现金，也就是法币。这些都是什么？你能应对多变不可预判的市场风险的这个良药啊，也是基石。这些稳了，你的交易心理也才会跟着稳。这些要是不稳，不管你是谁，你有多少钱，你的仓位不健康，你就有可能一夜之间怎么样？跳楼。这个不是闹笑话啊！交易这个行业不像别的行业，别的行业你顶多被炒鱿鱼，赚不到钱而已。这个真要你命，不仅要你钱，还要你命。一旦闪失一单做错，你就直接回到解放前，甚至你要打入地狱啊！你就像 A 股前些日子大家都知道啊，网络上新闻媒体报的大大小小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等等等等啊，死了多少大家伙心里都有数，数都数不过来。所以我们也一样，甭管你用多少资金投入到股票市场还是比特币资本市场，都是一样的，风险管理绝对是第一位。那然后我们说今天的主题，方向如何预判。说白了，简单的单纯方向，它明天这个位置一定会涨，或者是一定会跌，这种预判我们就不能做，直接就是擦掉啊！为什么？这个不可能预判呢？你怎么能知道确定呢？你那么确定，你就可以100倍、1000倍做多做杠杆，完全可以啊！但是你为什么不敢呢？因为它有可能反方向嘛，这谁都知道。所以一定要直面这个问题，不能躲，不能用侥幸的心理，我猜它能涨，我猜它能跌，不能这样啊！一定要提前设止损，做反方向的预案，这是其一。其二，资本市场没有标准答案啊，好多朋友总是掉进这个标准答案，哪个分析指标，哪个 K 线分析方法就能预测出未来行情的走势，然后我就能赚多少钱。实际上这是最愚蠢的方法啊！所以华尔街也有一项数据是什么？在资本市场赔钱最多的都是高智商然后高学历的这些人，是主力的赔钱团体啊，还不如低学历的一些人。
因为他本身自己就怕，不知道这个行情会怎么样，所以我少买点。实际上他是无意当中把仓位做了管理啊。我们最经常提到的巴菲特最近也做这个1年1度的报告，也就是跟股东之间的汇报。很不幸，去年年底查理芒格去世了啊，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回头我们找机会也分享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那巴菲特几十年如一日的怎么样做的最好的就是资金管理、仓位管理，让他的资产整体的账户始终保持在非常安全的这一线上啊。这样的话，你无论资本市场怎么动荡，他都怎么样？他越跌，他越买越开心。然后他只做什么？他自己懂的，全球最顶尖的这些可增长、有增长预期的这些主流的股票资产。所以几十年如一日的日复一日的这个滚雪球，他60岁之前他的资产规模也没有多大啊，直到60岁以后，等到一个节点，他的资产管理规模就越来越大，直到现在伯克希尔哈撒韦他的股价达到55.95万。你看这个 K 线，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由于单股价格太贵，所以它的成交量非常的低，稀疏。可以看出来啊，这是小时线。我们看日线，日线也是非常零星的交易。我们再看周线，周线开始还有点样子，但是还是会有很多跳空缺口，对吧？然后我们再看月线，开始就比较好看一些了啊，也就说连贯一些了。所以像巴菲特这样的人，他都从来不预测方向，甚至有些书籍媒体资料还说他连 K 线都不看，他只看数据。然后他算账算得特别好，无论是看哪个标的物，他自己就能算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有他的一套自己的这个运算方式啊，然后管理自己的账户。所以人家无论是牛熊鹿猴哪种市场，人家从来都不害怕。然后他的资产呢，随着时间会滚得越来越大，复利的魔力真的很强大啊。所以说我们不是单纯的赌方向，而是什么？比如说这个位置可能会有回调预期，那我之前现货拿了一些，那我这一部分可以稍微止盈一部分。或者是什么，我不想止盈，那这个位置好像有一个整数关口的6万整数关口的回调可能，那我就适当的短止损开个空单。如果给了一个巨幅的回调，那我这部分获得的利润就可以把现货涨到这儿回吐的部分的利润给充当过来。所以说是整体的账户全局的运营啊，一定要有全局思维。所以今天开始呢，我准备把这些无论是方向的预判，之前我讲到科斯托兰尼方向它是一个圈，科斯托兰尼和他的鸡蛋，有一期视频没有看的朋友可以看一下。然后那上边呢比较宏观一些周期性的问题，然后这一期开始我就准备单向的一项一项的剥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让你明白资本市场稳定盈利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你需要学习哪些东西，掌握哪些要领，你才能一步步的实现稳定盈利。那今天开篇第一讲就是从方向开始，放弃方向，但是我们可以两方向的两头赌的去预判，然后我们往高概率的
方向去下注，概率高的时候我们就多下点，概率低的时候我们就少下一点单，这是资金比重啊。过后我也会详细资金比重来去讲这个应用的逻辑。然后没有方向模棱两可的时候怎么样？观望等待，等待观望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为一个交易员必须掌握的要领啊。所以我们回到主题，方向不能单纯的赌，我们要放弃方向。然后预判呢，我们可以预判充分的 K 线分析，然后全局思维去运营管理你的账户，管理你的风险。这一切最重要的交易稳定盈利的开始就是预判方向。因为这个你要走错了，走到找标准答案的模式，猜方向的逻辑里，那你就怎么样？死循环，掉到那个坑里，永远都出不来啊！只要一个错误，你就直接回到解放前。所以千万切记，交易是多次失败，一次成功，因为盈亏比好，因为全局思维，整体账户的运营，还有这个周期性资本市场标的物，好的标的物就是曲线向上的，所以你长期运营下来就是会赚钱，只是你做的方法对不对，你的心理对不对。那好，今天就讲到这儿，希望大家交易顺利，我们明天再见。